为什么萧启清壤适合由迪丽热巴乘以陈星旭搭档出演？随着腾讯视频现代剧热度指数在首播前6分钟攀升至20800点以上，并在首播当日市场占有率达到 6.7%， 次日增长至 11.9% 的爆款开局，萧启清壤成为2025年最受关注的新剧之一。同时，由迪丽热巴与陈星旭领衔的卡斯组合，因其在叙事与视觉呈现上的契合度，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也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题材内在需求、角色性格设定、演员气质与市场接受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角色属性高度契合演员气质设定。萧启清壤原著描绘的是一个既融合都市奇幻又兼具悬疑节奏的故事。聪慧高冷但身手不凡的雕塑家聂九罗热巴是与隐忍深沉、背景复杂的富足后人岩拓陈星旭是之间的对抗与联手。这种形象设定要求主角具备冷静理性与爆发性张力的双重表达，角色内心冲突与成长曲线明显，使人物从单一感官角色升华为复杂性格体。迪丽热巴的荧屏形象长期以冷美人与力量女性并存为核心定位，无论是灵动的古偶角色，还是具有行动力的现代角色，她都擅长用微表情与肢体张力传达角色内核，这使她更适合承担像风刀传人这样的角色。她本质并非只有外形，而是通过眼神与气场传递出一种既魅惑又危险的存在感。同样，陈星旭在以往作品中多次饰演具有一定阴柔成熟气质的角色，使他在表现内敛与爆发之间转换时显得从容自然。这与岩拓这一角色设定高度吻合，表面温文尔雅，内心深藏仇恨与使命。这种气质匹配不是简单的颜值合拍，而是演员与角色性格、心理曲线之间的共振现象，也是两人被选中搭档的重要逻辑。二、两人组合创造出强烈的视觉与叙事张力。在现代影剧叙事体系中，视觉张力是推动剧情节奏与情绪体验的重要手段。萧启清壤播出后的讨论中，有大量观众专门提及打戏与 CP 感的结合成为重要看点，例如西装对睡衣的高强度打斗场面引爆热搜，并被称为 CP 感封神的桥段。这样的叙事与视觉效果之所以能引发热议，与两位主演在动作戏与情感场面之间的自然张力表现密不可分。观众目击聂九罗与岩拓联手对抗异族生物时，不仅被紧张打斗吸引，还因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气场对冲而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振。这种双强合作模式恰恰是当前国产剧审美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种类型。主角不再只是依赖单一魅力，而是在对立中契合，在冲突里融合，从而产生更高的故事可信度与情感动力。三、市场热度与预期数据证明组合的吸引力。从各类数据可以看出，萧启清壤在预约与首播后短时间内的爆发性增长具有明显的商业价值。国外媒体报道指出，该剧在开播3天内超过5000万播放量跨平台，并在腾讯与国际发行方面都展现出强劲势头。此外，剧中两位主演在首播后的热度榜单中也表现抢眼。迪丽热巴凭借聂九罗一角，曾一度成为热度最快破纪录的现代剧角色。陈星旭也位列高热度角色排行榜前列。总之，这种先期待再快速落地的路径本身就是对卡斯组合有效性的市场证明。四、与其他演员组合对比的合理性分析。在萧启清壤开拍前曾有关于男主角人选的讨论，例如有声音建议由陈哲远出演以提升视觉清秀感。然而，许多粉丝与评论都强调，在奇幻类叙事与悬疑背景下，角色之间的对刻强度比颜值匹配度更重要。这种观点在海外追剧社区也能看到类似声音。陈星旭的成熟气质比起某些更年轻演员更适合与迪丽热巴搭档。Reddit 讨论，这说明观众与评论领域逐渐把关注点从单一颜值匹配转向整体叙事与人物功能匹配，即演员组合应支持故事逻辑，
而不仅仅是视觉配对。5. 两人合作的潜力在于角色动态互动，而非纯粹爱情。值得注意的是，萧启清壤的叙事并不是单线爱情故事，而是在动作、悬疑、奇幻与情感连结之间交织。这就意味着主演的配合要求不止于浪漫魅力，更需要在危机情境中表现出心理的层层递进与情感桥段之间的自然流动。而热巴和陈星旭组合在动作戏、纠葛冲突及情绪流转方面的表现，正是观众反复讨论的焦点。两人并肩面对的萧的阴谋，在因冲突逐渐转向合作与理解的过程中，构建出一种成熟而富有张力的叙事动力。这种交流不仅提升角色立体性，还极大增强了整部剧的观看体验。综上所述，萧启清壤之所以选择迪丽热巴与陈星旭作为主演组合，不是偶然的营销安排，而是基于以下几个清晰逻辑：角色属性与演员气质高度契合，冷感杀手与隐忍探索者的内核与两人的表演特点一致。双强组合在视觉与叙事上创造独特张力，让动作与情感互为推进力量。市场数据验证组合吸引力、高热度增长与国际播放覆盖的数据表明搭档有效。与其他演员组合比较，更符合故事叙事诉求，不只是颜值，而是功能与形式统一。互动动态比单线爱情更能提升作品深度，叙事与角色成长共振。因此，与其他演员相比，热巴与陈星旭的搭档更能服务于萧启清壤的整体叙事和市场表现，是双强模式在国产剧叙事发展中的一次典型成功案例。迪丽热巴萧启清壤片酬曝光，为角色2周减重7斤手被现淤青。迪丽热巴与陈星旭主演的萧启清壤近日拉开帷幕，剧集甫一登场便强势摘得收视桂冠，多项纪录应声而破。然而，最先点燃舆论火线的并非剧情本身，而是一份悄然流出的片酬明细。热巴以800万人民币居首，陈星旭以400万紧随其后，饰演反派的张力则标注为200万。这串数字宛如一旦激起千层浪，在观众心中荡开层层波澜。回想当年，迪丽热巴的片酬曾是行业内一道耀眼的高峰，一部《三生三世枕上书》便承载过千万级的传闻。然而，行业浪潮的转向与限酬领的实施，如同2双无形的手，悄然重塑了市场的价码。面对近年作品反响的起伏，他主动求变，在《利剑玫瑰》中率先下调酬劳，以谦逊姿态探路前行。如今萧启清壤的800万，更像是他静默沉淀后的重新定价，是个人抉择与行业环境共同协奏的一曲新章。更令支持者动容的是他手背上那抹若隐若现的淤青，那是为角色连续2周节制饮食，每日苦练4小时兵器所留下的印记，是他为塑造人物减重7磅，甚至调理身体至入院程度的无声见证。他为此剧倾注心血，亲自完成水下戏份，背脊伤痕隐约可见。但观众的视线却悄然流转，被剧中在柔弱与狠厉间游刃有余的张力吸引。他浮于榻上，半露的脊背画出充满张力的弧线。他嘴角轻垢，笑意便从柔和坠入冰冷深潭。这一转折成了观众口中的惊艳瞬间，也让这位反派演员以轻盈之姿，在话题旋风中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把片酬从演技中剥离，才是对演员最基本的尊重。萧启清壤开播后，围绕迪丽热巴的讨论迅速从剧情延展到片酬。800万的数字被反复放大，甚至被部分声音简化成一句结论：热巴只是贵，不配这个阶。但这种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片酬是市场结果，而不是演技判决书。演员的片酬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项目级别、投资体量、平台风险、市场号召力以及演员过往履约能力。他衡量的是一个项目是否能被托付，而不是这一场戏哭的是否够好。把价格直接等同于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偷换概念。回到萧启清壤本身，迪丽热巴的表现并不存在价格虚高，
能力空转的问题。相反，从制作层面看，她承担的是绝对核心的女主责任，高密度打戏，自行完成水下戏份，为角色在短期内减重7斤，长时间兵器训练导致手背淤青。这些并非营销话术，而是剧组拍摄条件下的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演技的评判必须回到角色完成度。聂九罗这一角色并非单一情绪输出，而是横跨日常伪装、身份切换、高压对抗的多层状态。无论是白天作为雕塑家的克制感，还是夜晚化身风刀时的冷硬锋利，人物逻辑是连贯的，而不是靠外形堆砌完成的。至少在专业层面，很难得出他不配这个角色的结论。部分争议试图将话题引向谁更抢镜，反派是否更亮眼，但这同样不应成为贬低女主的理由。影视作品中角色存在感的起伏，更多取决于剧本结构与镜头分配，而非某一位演员的能力短板。把叙事选择转嫁为演员价值判断，是典型的错位指责。至于贵，更需要放回行业语境中理解。限酬政策实施后，迪丽热巴并非维持高位不动，而是在不同项目中主动调整，重新定价。今天的800万不是巅峰时期的惯性延续，而是她在市场震荡后重新被评估的结果。这恰恰说明它的价格并非脱离现实，而是与行业规则同步变化。归根结底，真正成熟的讨论应该把3件事分开看：片酬属于市场，演技属于作品，口碑属于时间。当一名演员依然能在高强度拍摄中稳定完成角色，并持续成为项目的风险承担者，那么用一句只是贵不配来否定他，不仅草率，也不专业。在当下的内娱环境里，能够同时被资本选择、被平台托付，也仍然愿意为角色付出身体代价的演员，本就不多。迪丽热巴是否是最好的演员，可以继续讨论，但说她只剩价格，不配角色，显然站不住脚。热巴陈星旭新剧收视夺冠，她急走陈哲远夺男主。内幕曝光，迪丽热巴和陈星旭主演的新剧《萧启清壤》最近开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猫眼热度榜上成功超过了同档期的几部新剧，包括由杨旭文和杨志刚主演的《唐朝诡事录之长安》，以及任嘉伦和彭小苒主演的《凤凰台上》。目前，萧启清壤稳居收视冠军，显示出强劲的市场表现。陈星旭最初因其成熟稳重的外形，被认为与迪丽热巴非常搭配，甚至被认为是完美 CP， 因此替代了陈哲远，成为了萧启清壤的男主角。然而，剧集开播后，陈星旭的表现却受到了一些观众的批评。网友指出，陈星旭的脸部状态显得松弛，皮肤略显苍老，牙齿也有些泛黄，状态不如预期。与此同时，有观众认为，陈星旭饰演的严拓虽然是卧底，但他的表现过于单一，偏向反派角色，未能很好地呈现出角色的复杂性，导致了观众的不满。萧启清壤在首播当天，根据云和数据的统计，市场占有率为 6.7%， 第二天则快速增长至 11.9%， 几乎翻倍，稳居单日榜第3位，仅次于《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和《四喜》。随着剧集的热播，剧集的选角内幕也逐渐被曝光。据了解，萧启清壤在开机之前，曾有传闻称男主角将由陈哲远担任。陈哲远凭借《偷偷藏不住》和《一笑随歌》这2部剧成功走红，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然而，迪丽热巴的粉丝认为陈哲远外形过于清秀，身材较为瘦弱，缺乏足够的男性魅力，无法与迪丽热巴产生强烈的 CP 感。于是，粉丝们纷纷反对陈哲远出演，提议让陈星旭来担任男主角。陈星旭因其在东宫和星落凝成堂中的成熟表现，得到了不少粉丝的支持。最终剧组决定采纳这一建议，将陈星旭替换成了陈哲远。然而，随着剧集的开播，陈星旭的表现却受到了不少批评。很多观众觉得他的外形并不符合剧中角色的要求。
在萧启清壤中的特写镜头里，陈星旭的脸部显得松弛，法令纹也很明显，牙齿微微泛黄，似乎有抽烟的习惯，而这些细节都让观众觉得他没有很好的管理自己的外形。同时，剧中陈星旭的造型也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发型显得有些随性，衣服穿的也略显宽松，整体造型给人一种油腻、不修边幅的感觉。这种形象与小说中男主角应有的干净利落、英俊挺拔的形象相差甚远，甚至有网友怀疑，如果当初是陈哲远出演，效果是否会更好？除了外形上的问题，陈星旭所饰演的严拓角色也并不容易演绎。严拓是一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富二代，实则是潜伏在反派人物的萧身边，调查家族仇恨的卧底。严拓的角色设定相当复杂，既不是单纯的正派角色，也不是完全的反派，他的角色身上既有正义的一面，又不乏阴暗的气质。因此，演绎这一角色需要极强的演技。尽管陈星旭试图表现严拓内心的隐忍和偏执，但由于表情过于僵硬，肢体语言显得紧绷，再加上剧情对严拓的内心纠结铺设的不足，导致观众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严拓在剧中的表现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单纯的反派角色，难以展现出角色的复杂性，这也是引发观众不满的一个原因。从萧启清壤的争议中抽身而出，迪丽热巴职业权力结构的再一次显影。萧启清壤开播后迅速登顶热度榜，随之而来的却并非围绕作品本身的完整讨论，而是集中在男主角人选更替、演员状态与角色完成度上的争议。这类声音在内娱并不罕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争议都在迪丽热巴之外完成了发酵与对冲。这一现象本身恰恰折射出他在当下 CBIS 中的独特职业位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萧启清壤的市场表现是在复杂舆论环境中实现的逆势稳态。在男主角色塑造引发分歧的情况下，剧集热度仍持续攀升，核心原因并不在于话题炒作，而在于观众对女主线的持续信任与跟随。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单一作品层面的讨论，进入到演员作为市场稳定器的范畴。从行业视角看，迪丽热巴早已不再处于与搭档共享风险的阶段，她当前所承担的是项目级别的风险对冲角色，无论搭档是谁，舆论如何波动，她本人的表现和商业号召力始终是剧集的底盘。这种能力并非单纯依靠流量堆积，而是长期在不同类型、不同受众层中反复验证后形成的职业信用。回到此次争议本身，男主角的选角与表现问题，本质上属于制作与创作层面的变量，而非演员个人能力的延伸。值得强调的是，在相关讨论中，迪丽热巴并未被卷入演技失衡、角色失焦等批评语境，反而被默认视为体系内的既定强项。这种无需辩护的状态，在内娱女演员中并不多见。进一步放在更长的职业坐标中观察，迪丽热巴近年的作品选择呈现出清晰的结构性升级，从古偶、仙侠中建立国民认知度，到悬疑、奇幻、现实向题材中稳步扩展边界；从单一角色记忆点转向类型适配度加完成度的综合评估；从被讨论是否能扛剧，到如今默认其具备托底能力。萧启清壤的案例正好印证了这一转变，当争议集中在他人身上，而成绩依旧向他汇拢时，演员的行业位阶已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这种位阶并不依赖捆绑式 CP 红利。即便在强调搭档化学反应的市场环境中，迪丽热巴依然能够保持个人价值的独立性。这意味着，她不再是需要被证明的核心，而是已经成为项目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萧启清壤所暴露的，并不是某位演员的短板，而是再一次凸显了迪丽热巴在当下 CBIS 权力结构中的真实位置。她不是争议的中心，却是结果的指向；不是话题的制造者，却是市场的承载者。
在流量更替加速、演员生命周期不断被压缩的环境中，能够形成这种稳定结构，本身就是稀缺能力。迪丽热巴所代表的，已经不只是某一阶段的顶流女星，而是一种正在成型的职业范式。高曝光但低风险，高存在感却不被消耗。这或许才是消起清壤热度之外，最值得行业认真解读的信号。消起清壤路演生图，迪丽热巴腿嫩还玉，张力深 V 紧身超惹眼。告别千篇一律的星光模板，这次消起清壤的路演现场，犹如一场精心编排的视觉盛宴，将剧集的独特气质提前释放。一众主演仿佛从剧本中直接走出，以极具角色神韵的穿搭，上演了一幕幕一如其人的惊艳戏码，牢牢锁定了所有人的视线。若说现场谁将角色的灵魂披挂在身，迪丽热巴必定首当其冲。她以一袭全黑短款西装搭配同色抹胸与超短裙登场，宛如暗夜中走出的女战士，利落剪裁勾勒出飒爽风姿。那双在10厘米高跟鞋上延伸的修长双腿，宛若精雕的白玉，步伐间裙摆飞扬，膝盖上若隐若现的淡淡疤痕，仿佛是风刀聂九罗历经磨砺的无声勋章。为了铸就这把风刀，他提前3个月遁入训练场，每日与薇娅共5-6小时，在雨林中摸爬滚打，将汗与泪提前浇筑进角色里。对比此前 W 盛典上那条领人平息、摇曳生姿的金色鱼尾裙，此番的全黑造型更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刃，精准切割出雕塑家与猎人的双面人生。粉丝的赞叹恰如其分，姐姐这是把角色穿在了身上吧，又美又玉又能打。而幕布落下，她又变回那个会蹦跳着跑向车子，毫无包袱享受烤串的邻家女孩。路演时一个对着风刀传人灯牌的调皮砍杀手势，瞬间点燃全场，让人见识到酷飒与娇憨在她身上如何无缝切换。迪丽热巴的刀锋凌厉，张力的危险则散发出馥郁的芬芳。她以一件黑色深 V 紧身上衣现身，曲线毕露，配以复古红唇，整个人如同一株暗夜盛放的玫瑰，美丽却带刺，活脱脱就是那位靠血液维持容颜、优雅又诡异的萧首领林喜柔本人。从风起洛阳的咬娘到如今的林喜柔，她挑选的反派角色总能在观众心间刻下又爱又恨的复杂印记。戏内，她端作品长生牛肉的画面令人不寒而栗；戏外，她却是风驰电掣的机车冠军，皮翼重击，飒爽非凡。她的时尚态度同样大胆直接，金色礼服增惊鸿一瞥，而综艺中因忘记取消收藏舞蹈视频而社死的憨态，路演时脱口向热巴索要签名的可爱举动，又瞬间消解了距离感，展现出笨蛋美人的反差萌。女星锋芒耀眼，男星亦不甘示弱。陈星旭以一袭挺刮黑色西装撑起全场，内搭白衬衫，简洁中蕴藏力量，恰似他饰演的严拓，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外表下隐忍着深沉的灭门之痛。现场互动时，热巴一把抓起他领带的瞬间，将剧中的张力蔓延至现实，引得惊呼连连。网友精准捕捉其特质，禁欲感与破碎感交织，撩人于无形。然而，这位校园男神也有游戏失利时表情失控的搞笑瞬间，私下更偏爱用帽子口罩将自己裹成隐形人，在喧嚣中独守一份安静。这场路演如同一场华丽的前奏，主演们以最佳状态将萧起清壤的独特世界观与人物魅力淋漓尽致的预演。从迪丽热巴的刃到张力的艳，再到陈星旭的脸，他们不仅穿出了角色，更演活了期待。观众的热情已被彻底点燃，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看聂九罗与严拓如何在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挥刀斩破迷雾，守护一段关乎爱与和平的传奇。只靠外形的指控，本身就是一种对演员职业的简化误读。以萧起清壤的路演与创作过程为例，迪丽热巴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证样本，外形只是她被看见的起点，而不是被认可的终点。首先，需要厘清一个被长期混淆的概念，
视觉吸引力并不等同于只靠颜值。在萧启清壤的路演现场，迪丽热巴的造型之所以引发讨论，并非因为单纯展示身体优势，而是因为她将角色气质延伸到了宣传场域。黑色短西装，利落剪裁，战损细节与疤痕呈现，本质上是对角色聂九罗性格与经历的视觉复述。这是一种角色意识主导的形象管理，而非空洞的外形消费。其次，演员是否只靠外形，关键不在镜头呈现，而在创作投入。公开信息显示，为了塑造风刀这一高强度动作型角色，迪丽热巴进行了长周期体能与武器训练，承担大量高风险动作戏。训练痕迹真实存在，身体负荷直接体现在伤痕与状态上。这种付出与靠脸吃饭的叙事逻辑显然背道而驰。真正只依赖外形的演员，往往回避身体消耗，而非主动迎战。第三，从表演维度看，迪丽热巴并未被困在单一女性气质中。无论是《利剑玫瑰》中偏现实主义的女警形象，还是萧启清壤中游走于冷硬与脆弱之间的聂九罗，她始终在尝试将美拆解为不同层次的情绪与功能，而非将其作为固定标签反复复制。外形在这里不是表演的全部，而是被纳入角色建构体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行业地位从来不靠外形单点支撑。在当前高度工业化、资本审慎的影视环境中，一个演员若缺乏稳定的市场号召力、拍摄执行力与职业信誉，很难在核心项目中持续占据主位。迪丽热巴能够在多类型、大体量作品中反复被选择，本身就说明她被视为可控、可交付、可承担的职业演员，而不仅是视觉符号。因此，与其说迪丽热巴只靠外形，不如说她具备将外形转化为角色价值的能力。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她是否好看，而在于她是否把好看用在了正确的位置，服务角色、服务作品、服务叙事。从这一点看，迪丽热巴恰恰完成了从被观看到被认可的关键跃迁。外形是天赋，演技是积累，而职业判断力才是她站稳位置的核心资本。从萧启清壤争议切入，迪丽热巴在当下内娱职业结构中的真实位置。围绕萧启清壤的讨论，表面上是关于暧昧镜头性张力的审美分歧，实质上却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迪丽热巴在当下中国影视工业中的职业位置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部分舆论仍停留在旧有的流量女星认知框架中。一、从被观看对象到类型承载者，职业阶段的根本转变。在内娱早期的流量逻辑中，女演员往往被视为视觉资源，角色围绕好看、讨喜、安全展开。而近年来，迪丽热巴的选角路径正在主动脱离这一结构。无论是《利剑玫瑰》中强调行动力与职业属性的女警形象，还是萧启清壤中具备攻击性、灰度与暴力史的聂九罗，她所承载的已不再是被观看的女性，而是推动叙事的核心功能角色。这类角色通常对演员提出更高要求，也意味着更大的创作风险，但同时，他们只会交给具备市场兜底能力与表演稳定度的演员。换言之，迪丽热巴如今所处的阶段是被资本与类型信任的阶段。二、争议本身正是行业地位提升的外显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萧启清壤的讨论焦点并未集中在演得好不好，而更多围绕镜头是否过界、表达是否冒险。这种舆论重心的变化本身就是职业位置变化的标志。在行业现实中，只有拥有足够商业安全边际的演员才会被允许进入审美争议区。新人演员、定位不稳的演员往往被限制在安全叙事中。而当一位演员能够频繁出现在讨论尺度、表达边界的作品里，意味着他已经被视为可以承担风险的创作主体。这正是迪丽热巴目前所处的位置。她不再需要通过讨好观众来证明存在感，而是开始参与更复杂的审美博弈。三、从形象争议到创作责任划分，体现行业话语权上移。
此次争议中，一个明显变化是，越来越多讨论开始区分演员表演与导演镜头语言。这种区分意味着演员已被默认视为专业创作者，而非简单的呈现工具。在内娱语境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当演员的职业地位足够稳固，舆论才会愿意为其进行责任拆分，而不是将所有视觉效果粗暴归因于演员本身。这说明迪丽热巴已进入一种更接近成熟工业演员的评价体系，她的形象不再自动等同于策略，而被视为创作条件之一。4. 作品密度与类型跨度构成真正的职业护城河。从行业结构来看，迪丽热巴近年的核心优势并非单一爆款，而是连续多类型主导作品的稳定输出。现实题材、刑侦、奇幻、古装权谋、综艺常驻，再到潜在的科幻项目，她的作品谱系已覆盖多个市场板块。这种布局使她不再依附于单一观众圈层，而成为平台与制作方的安全选项。在当前内娱整体收缩、项目谨慎的背景下，能被反复选中、承担主线责任的演员，本身就是稀缺资源。这类演员往往已经站在创作结构上游。5. 结语：迪丽热巴已进入结构性核心演员区间。综合来看，萧启清嚷的争议并非对迪丽热巴职业地位的削弱，反而是一种确认。她已从流量型女演员过渡为具备类型承载力、市场兜底力与审美讨论度的结构性核心演员。在当下 KBS 的权力结构中，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并不是零争议的安全牌，而是能在风险中依然被选择、被讨论、被复盘的演员。而迪丽热巴显然已经站在这一层级之内。迪丽热巴红袖开年刊 DIOR26 新装落进油画框，优雅明媚是公主的底色。这组油画公主开年大片将复古的画框元素巧妙融入镜头中，垂下的红色窗帘仿佛是19世纪油画中的暗色背景，柔软的纱布紧致包裹着柔和的光线。而她所穿的 DIOR26 新装恰到好处地成为了画面中的点睛之笔，蕾丝裙摆的柔美与缎面布料的光泽感，完全没有现代礼服的锋利感，给人一种如同油画般温润的触感，连领口的褶皱都仿佛被画笔细致地勾勒过一样，呈现出一丝丝精致的细腻。她的公主气质并没有走甜美路线，而是展现出了一种明媚又不失优雅的感觉。倚靠在复古沙发上时，她的手指轻轻搭在扶手上，弯曲的姿势流露出一种松弛感，仿佛不是在摆拍的偶像，而是自然流露的优雅。当她低下头托腮时，睫毛的阴影恰好落在脸颊上，仿佛是油画中有意模糊的柔焦效果。即便是裙摆轻轻落在地毯上的褶皱，也和背景中的红莲暖色调融为一体。画面没有过于刻意的油画效果，反而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从画框中走出来的存在，充满了生命力。DIOR26 新装的设计感正体现在柔与雅的平衡中，粉色纱裙的柔美展现了新年的明媚氛围，而红莲的暖色调恰好将油画的温柔气息呈现出来。格纹套装的优雅则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利落的姿态，使得公主的形象不单单是柔美，而是明媚中带着自信与底气。这些轻盈的设计既不抢夺油画氛围，反而成了画中公主衣装的具象表现。这组大片的核心正是呈现了画框中的鲜活，布景作为复古画的底色， Dior 新装作为衣物的轮廓，而她的明媚气质则是灵魂。三者巧妙融合，让油画公主不再是静止的摆拍，而是那种轻轻眨眼就能从画里走出来的生动感。正好迎接新的一年，充满了温柔与力量。在当下内娱的时尚话语体系中，好看早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能够持续输出高完成度视觉叙事的艺人。迪丽热巴近年的时尚表现，恰恰证明了她已从被时尚选择的明星，进阶为能够与品牌共同完成审美表达的核心角色。红袖开年刊这组油画公主大片，
恰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样本。复古画框、红莲光影、柔焦布景，本身就对人物的肢体控制、气质稳定度与镜头感提出了极高要求。稍有用力过猛，便会沦为华丽却空洞的摆拍；稍有松懈，又会被场景吞没。而迪丽热巴的完成度，恰恰建立在收与放的精准平衡之上。她不是在展示服装，而是在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这正是反驳只靠外貌的关键所在。外貌是入场券，但真正决定时尚地位的，是对视觉语言的理解能力。在这组大片中，她的肢体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专业素养，手指的停留、肩颈的角度、坐姿的松弛度，皆服务于整体氛围，而非个人抢镜。这种为画面让位的能力，恰恰是许多图有美貌的艺人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它与 DIOR26 新装之间并非简单的穿与被穿关系。无论是粉色纱裙所呈现的温柔明媚，还是格纹套装所强调的利落底气，都没有掩盖它自身的气质轮廓，反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审美锚点。品牌风格被它消化，而非反向定义它。在时尚产业中，这意味着艺人已经具备风格承载体的属性，而非一次性展示模特。若将视角拉长来看，迪丽热巴的时尚路径并非偶然爆发，而是持续累积的结果。从早期对造型完成度的探索，到近年对主题、叙事和气质的精准拿捏，她正在完成从红毯型艺人向编辑型艺人的转变，即不仅能驾驭造型，更能参与气质建构。因此，当仍有人以只有脸来简化她的时尚价值时，恰恰暴露了对当下时尚语境的误读。在一个讲求叙事力、稳定度与品牌协同的体系中，能够长期被高端时尚选择，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体现。迪丽热巴如今所占的位置，早已不是靠美貌争夺镜头，而是在时尚结构中拥有话语权的少数女演员之一。这不是流量的馈赠，而是一次次高完成度交付之后，市场给予的清晰回应。迪丽热巴再闯9重天，这次是民国悬疑还是仙侠返场？随着新剧9重天的消息越来越热，迪丽热巴的名字再次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每次她尝试新的角色，总是能带来不同的惊喜。这一次，围绕着9重天，粉丝们对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了期待和猜测。大家不仅仅期待她在剧中的表现，更对她所饰演的角色有着更深的好奇。热巴曾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成功塑造了白凤九这一经典角色，凭借出色的演技让这个人物形象深植人心。现在，随着9重天的到来，大家对她在新剧中的角色充满了更大的关注。一方面，许多人期待她能够再次挑战仙侠剧，带我们进入那个神秘的世界。另一方面，关于她将参演的民国悬疑剧的消息，更是激起了观众们的浓厚兴趣。到底哪种类型的角色更适合热巴？这个问题在粉丝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对新剧的期待。一些人认为，无论是仙侠题材还是民国剧，都能让热巴展现她多样的魅力。有粉丝举例表示，不论是活泼灵动的白凤九，还是复杂多面的民国角色，热巴都能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也有部分人对热巴的转型表示担忧。作为一名年轻演员，尝试不同风格的角色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过于频繁地转变角色，是否会影响她原本的粉丝基础？毕竟，观众对她的认知和喜爱，往往是通过她以往的角色形成的。而新角色的尝试可能会影响她在粉丝心中的形象。除了对角色的期待，许多粉丝也为热巴的工作安排感到心疼。她刚刚完成一部作品，又马上投入到新的拍摄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是否会影响她的表现和身体健康，成了粉丝们非常关心的话题。评论区中，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希望她能好好休息，给自己一点时间恢复。这份关爱，
正体现了粉丝们对热巴的深厚情感。在热巴的演艺生涯中，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成长机会。民国悬疑剧可能会为他提供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而新的题材也将为他的演艺之路注入新的活力。娱乐圈瞬息万变，演员需要不断适应和转型，而热巴显然是一位勇于尝试新角色的演员。他每次的选择都可能会在某一时刻得到回响，塑造观众对他的全新认知。随着九重天即将开拍，观众们显然对剧集充满了期待。热巴的每一条动态都被大家密切关注，甚至他和剧组的合作情况、导演的选择等细节都成了网友们热烈讨论的主题。大家通过这些零散的信息，试图拼凑出热巴在新剧中的全貌。有趣的是，尽管这些内容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网络上的讨论却从未停歇。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分析不断涌现，甚至引发了一些创意十足的想法。比如，有网友提出，热巴在民国悬疑剧中或许可以融入一些仙侠元素，这种跨界尝试无疑会让更多观众感到新鲜与吸引。这种创意不仅展示了粉丝们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了他们对热巴演技的高度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巴的形象也逐渐变得更加立体。无论是活泼可爱的白凤九，还是即将挑战的民国角色，她总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思考注入每一个角色，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角色的成长与变化。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共鸣，正是艺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核心所在。最终，热巴的挑战不仅仅是对角色的诠释，更是她个人实力的体现。面对各种类型的剧集挑战，她能否在新旧角色之间找到平衡，赢得观众的认可，仍然是大家期待的焦点。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将见证一个更加成熟、多面的热巴，她将凭借自己的才华，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回到九重天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作品，更标志着热巴演艺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无论这次尝试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都将成为她积累经验和灵感的重要一环。热巴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她的一步步成长，为她加油喝彩。迪丽热巴只会走安全路线，这是一个被简化甚至被误读的判断。在当下的娱乐舆论场中，安全牌常被用来形容那些重复类型、依赖既有观众基础、不愿承担风险的演员。然而，如果将这一标签简单套在迪丽热巴身上，显然忽略了她近几年的职业选择逻辑与行业现实。首先，从角色类型来看，迪丽热巴并未固守单一舒适区。她确实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白凤九一角建立了广泛的国民认知，但此后并未持续复制同类角色，而是不断在现实题材、悬疑、奇幻、女性成长型角色之间切换。从《利剑玫瑰》中理性克制的女警，到《萧启清壤》中偏向灰度与命运感的女性形象，再到近期被热议的九重天，无论最终是仙侠回归还是民国悬疑尝试，本质都指向一个方向：题材在变，人物复杂度在提升。其次，安全并不等同于容易。在行业层面，真正的安全选择往往是停留在观众熟悉的模板中，稳定输出可复制的形象。而迪丽热巴近年来所面对的是去标签化的风险，从浓颜系女神流量担当，逐步转向强调人物内心、叙事张力与角色功能，这本身就意味着她必须承受更严格的审视，一旦表现稍有偏差，舆论反噬也会更强。这种路径并非保守，而是审慎而清醒的进阶。再者，从行业位置来看，迪丽热巴已不处于试水期演员的阶段，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会被放置在更高的曝光与讨论强度之下。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安全路线，往往是对市场、制作规模、角色完成度的综合判断，而非逃避挑战。事实上，在成熟阶段仍然选择不同类型项目，本身就需要更强的职业自信与抗风险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9重天的讨论，恰恰暴露了这一误区。一部分人将仙侠等于安全，转型等于冒险简单对立，却忽视了同一类型内部也存在巨大难度差异。人物深度、叙事结构、导演风格，才是真正决定演员发挥空间的关键，而非题材标签本身。热巴是否挑战，并不取决于她演什么类型，而在于她如何进入角色，如何让人物成立。归根结底，迪丽热巴的职业轨迹更接近于一种稳中求变的长期主义。她不是用激进转型制造话题，而是在可控风险中不断拉高表演密度与角色复杂性。这种路径也许不够戏剧化，却更符合一个处于行业核心区演员的现实选择。因此，与其说他只走安全路线，不如说他正在用更理性的方式，把安全区一步步拆解、扩展，最终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专业疆域。这并非回避挑战，而是一种更成熟、更难被看见的挑战方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